太尉陈甲兵于宫门，意欲何为呀？下马！若月，开门！奉大王教命，斩杀逆贼。待运。杀！快快，快快！奉先王遗教，检校太尉、右卫大将军、内牙都驻军指挥使戴运，因结宗藩，擅权军武，豪夺内府，毁焚宫禁，戕害君上，谋立嗣主，使亲卫都兵甲夺功于前，拥西安侯弘佑篡谏于后，罪犯大逆，特加显露，夷三族。吴越国王天下兵马大元帅教，天福6年8月廿4乙亥，吾承祖宗之宏烈，勤劳邦国，夜夜精精，克求致志。奈何两要立天，不能讨馈赠之术。40成岁，无异于代谢之期。经书不可以久化，庶情不可以法统。唯义是守，为敬为和，克明克宽，斥去其邪，亲任人人。太傅，两军节度副使洪佐聪锐勇毅，恪尽公人，故令判佐奉印，传赦两军留后，伏请圣心复查。荆节黄钺，庙堂礼制，东南府县蒙利军民，积息一隅，茂哉敬哉，儒者施行。东南不可一日无主。臣奉先王遗教，请太傅传赦两军节度留后，判兵马大元帅府事，督知内外军事。洪佐德薄，不敢合军国之众。郎君此言差矣。先王与东南两军12州托付于郎君，郎君乃先王嫡脉，
于此家国转成之际，其可妄自菲薄，上为先王一命，下负100万军民吗？趁受2代先王厚恩，在此国事未决之际，岂能孤恩负义，明哲保身？诸位公卿，尔等的忠心呐！臣内衙诸军副都指挥使钱弘宗，请太傅奉先王遗教，全摄2军节度留后，判兵马大元帅府事，督知内外军事。臣西府安抚使检校内外马步军都统军使钱弘俊，请太傅奉先王遗教，全摄2军节度留后，判兵马大元帅府事，督知内外军事。臣等请太傅奉先王遗教，全摄2军节度留后，判兵马大元帅府事，督知内外军事。新主继位，功臣堂大朝没叫你去？以前只知河都将武艺绝伦，没想到这地洗的也比常人洁净些。飞鸟尽，良弓藏。哎呀！严重了，末将不过是……小的不过是芥菜籽大小的病头，你说狡兔死，走狗烹，还贴切些。那我来问你，他可是狡兔吗？我给他做过3年的钦定。当年东周大战，挑帮搏杀，火箭点燃了船帆，桅杆砸倒下来。若不是他将我一脚踹下水去，我坟头的树怕是要碗口粗细了。后悔了？若不杀他，我自家便是个死，千刀万剐都是轻。可拼尽气力杀了他，又能如何？在公卿、相公、宗子们的眼睛里，我不过就是个被主作孽的家奴。此刻还能留我在此处洗地，已是天大的恩德。如何还敢想
素卫正殿大朝那样的美差，你可知他为何会死？玩过来。因为他小看了你这个芥菜粒儿大小的病头。这些公卿太尉们在吴越国中安生日子过久了，大约早就忘却了眼下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世道，还以为天下之事尽在掌握。殊不知，这几十年来天下之事何曾真的由他们说了算？长安天子魏博牙兵，没有了亲卫牙兵，一个空头的天子饿到皮包骨头临死，连口蜜酒都没得喝。可怜哦。检校太尉，右卫大将军，内衙诸军都指挥使代运，因劫宗藩，豪夺内府，毁焚宫禁，戕害军上，使亲卫都兵甲夺功于前，拥西安侯弘佑篡谏于后，罪犯大逆，特加显露，夷三族。西安侯钱弘佑心存险诈，志有不群，因结内军，着即交械兵权，符印，罢衢州刺史，褫夺西安侯爵禄，下狱使台狱，布告天下，贤使闻之。拿下！且慢！九郎君，你要做什么？大表哥，你说这是父王遗教，可有证据？教命上有先王玺印。九郎君，你还要什么证据？既是教命，为何没有诸位丞相、大参们的签押附属？更何况父王教命一向是由通儒院袁学士手书，何似这教命反倒不是袁学士笔记？九郎君不要胡闹，这是军国大事，你一个弱冠童子懂得什么？大表哥此言差矣。你手持黄卷，口含天宪，要夺西安侯的兵权、差遣，还有爵位，还要拿他下狱。教命之上，既不见通儒院学士笔记，又不见诸位丞相大参们的签押附属，焉知不是你等合谋害死了先王和相公们，矫诏夺军，却又来害我三哥？不用跟他聒噪，只管拿下就是。此人是山岳氏东主，南唐细作，为何却在此处？你所宣读教命，到底是父王的意思，还是敌国细作的意思？抗拒王命，罪在不赦，一并拿下便是。是，将九郎君与钱弘佑一并拿下！都不要动，都不要动！我乃吴越国王，天下兵马元帅第九子，前世嫡脉，内衙诸军都指兵马右使。主郎，汝等再上前一步，我便自强于此。害我性命者，独招打，诚招越者也。尔等皆是帮凶，身负吉祥夷三族。九郎不肯奉教，持刃抗命，你便这样回来了。九郎君乃宗室至亲，末将不敢擅传。袁学士以为此事当如何措置？三郎君、九郎君皆宗子也，
此乃留后家事，不当问外臣。处事要果断勇决，万不可做无人之人。杨大郎兄，去射三郎。三郎，父王九郎困倦的厉害，在里面睡着了。九郎无事，那就好。我要惊扰他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去哪儿？御史台还是刑部？内衙杜鹃说：“还好，不是要我此刻就自刎。要保吗？你看聪明，自是不用。走吧。”七哥，到底错在何处？想明白了没有？六哥当了大王了，便没了兄弟了。谁若是这时候还念叨着兄弟二字，那便是弥天大罪，该千刀万剐的。昨日夜里，你在何处？六哥是今日当上的大王，昨日夜里须还不是大王。昨日夜里的事，原该父王来问才对。父王问了。父王问：七郎何在？我到殿外候命，北京通传不敢觐见。父王又问：九郎呢？我答：许是睡着了。要传他前来吗？父王说：小孩子较长，九郎素来好动贪玩，许是白日间闹得倦了，让他睡着吧。你为何要骗父王？我明明不在。我问你自己。昨日里，父王病天之际，还在心心念念他的儿子。那个时候，你这个做儿子的，可曾记挂起这个久病的老父？阿爹，
阿爹。这里毕竟是关押获罪宗室子弟的地方，相较于刑部而言，已经好很多了。九郎无事吧？被罚在奉贤殿跪了半日，如此而已。还好，还好啊。你要我帮你做些事情吧？你会做吗？大郎兄，连你也不肯救三哥吗？九郎，你的师叔虽说不算出色，可论及九章算筹，多少年的老账子也要甘拜下风。千数万数都算得明白，眼前的这些人情世故却为何如此的糊涂？你这心性，何时才能再长大些？我确实不懂什么人情世故，我只知三哥无罪。六哥心里十分明白，却偏偏要杀三哥。大郎兄心里更是明白，却还是亲自拿了三哥去向六哥表功。满朝文武公卿，人人都明白三哥其实无罪，只因兵权，遭了六哥的忌，这才身陷囹圄，却无一人敢出一言来救三哥性命。若是这便是人情世故，若是这便是长大了，我宁愿一辈子都不要长大，不要懂这些所谓的人情世故。九郎君，使君不是不肯救西安侯，而是不能救。郎君自家也说了，西安侯的罪不在于他做了什么，而在于他手中握着弓箭都和乐骑都的兵权。若说这便是罪，前世宗子里罪过最大的不是西安侯。使君身上担负着内衙诸军都统军事的差遣，罪过只能比西安侯更大。郎君明鉴，要救三郎君在杭州是救不了的。先生的意思是？下官什么也不曾说。这一趟差事十分紧要，容不得半点差池。郎君放心，小人跟了郎君这许多年，实得轻重。此去汴梁，一来是奉表告哀，二来是体看风俗，三来是礼敬重臣，尤其是封令公处，须得当面拜会，待吾之意。臣谨遵君命。水秀公即为使臣，按常例，当加大元帅府判官。自当如此，自当如此。臣敬献留后。事情有些麻烦，若是乾元观尚在，修一封书信过去，看在阿姐和姐夫的面上，吴越国中当不会为难阿总。你们都听好了，明日我要进钱塘口，去向吴越的钱家要儿子。你们此番带来的船，无论是福船、广船还是沙船，我都要用。我不只是要船，你们带来的人我也要，一并去壮壮声势。
传我的黄龙令，只要是此番随我一起进过钱塘的，明年的旗津全免。第一次进岛的，各与单龙旗一面；原本单龙旗的，一体进为双龙旗。要就给啊！如此，怕不是要有上百艘船只。我只嫌船不够多。老贼的不孝子敢害了阿总，我便截断钱塘，将这个不像话的吴越国切成南北两段。